岁月无声，看花开花落几许，庭院深深，藏多少忧伤孤寂。见过众生，见过天地，而为何偏偏不曾见过自己？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爱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多怕一缕春风惊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所有害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行路的惩罚还不够，那不如这样，加上他腹中的孩子，一尸两命，够不够？哥哥何必装傻？你我都知道，想让我身亡命陨的另有其人。果然是亲疏有别，流着一样吃人的血，才能够成为一家人。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我想要的，却一件都办不了。日后，我会用别的东西来补偿你。不必了，因为我想要的，永远是你给不了的。沈清堂，你一定要这样惹我不快吗？是你将我拉入了深渊，你竟然还敢奢望我来爱你，哄你开心，给你圆满。你受伤了，快去帮我找一些治伤的药来。你别在我这儿，要死，去别的地方死去。让你失望了，这些伤还死不了。小姐，老夫人来看您了。你快走，不能让祖母看见，快走！我不。清堂见过祖母。我知道从之护着你，但西院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你该劝着从之，一家人别再追究了。怎么了？清堂没事，就是昨日受了寒，现下有些腿痛。不过祖母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早些歇息吧，改日我请宫中的大夫来给你瞧瞧。清堂，谢过祖母。啊。出去。伤太重，行动不便，今晚我就留宿在这里。裴从之，别动，就这样，一夜就好。就算你我此生同床共榻，
心却永隔着千山万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醒了就尽快离开吧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看来伤口还是疼得轻了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昨夜我说的承诺还算数，我不想失去世上仅剩的家人。你还有何所求？若想好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想回灵川，过回8岁之前没有来到皇城那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有你，无你，我都情愿。又是一件办不到的，罢了，你走吧。让我想一想。晏殊，在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辞官了，去过闲云野鹤的布衣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公子，您不会在说笑吧？朝堂少不了您这样的股肱之臣，裴府还要依靠您当家兴业呢，您怎么能走呢？说笑而已。吩咐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甜水巷的事已经办完了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平南王虽然已经离开，但在城中留了许多耳目，伺机混进裴府，都已经处理过了，不会令平南王那边起疑。平南王拥兵自重，狼子野心。他的目标是沈清堂身上的藏宝线索，找个妥帖的人看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这里。是。至少在这个裴府，我还能护他无虞。老天爷开眼了，成亲了，成亲了！怎么了？甜水巷新来的花魁游街，据传她的相貌跟小姐十分相似。如今大家都传言说当初是有人看错了，将她认成了您。唉，现下小姐的污名终于能够洗清了。漫天的流言，转瞬即清，只能是他的手笔了。是大公子做的？那看来大公子对小姐您也是格外关心和照顾啊。无论如何，甜水巷的事情由大公子出手扫尾，小姐就不用再忧心了，也算是一件好事嘛。小姐，您不开心吗？开心。裴从之，我是否只是你手中的玩具傀儡？连悲欢生死都可以在你一念之间。我到底要如何才能逃出升天？难得老祖宗生辰，好久没有放天灯喜宴了。妹妹近日在宫中过得可还好？你还想着关心我，
我虽在宫中，却听闻你与燕城世子因为流言失去了好姻缘。今日呢，是大哥特意向楚君求情，我才能回家省亲，陪你说说话的。大哥待你真的好好啊。待会儿这祈福祝词呢，你可得比别人多写几句。裴宗之，我们来放这些年是你对我的无度偏宠，若是永远只在兄妹之间，该有多好。老身多谢公主专程来府中为我庆寿，日后与从之成了婚，住进了府里面，便是一家人，可谓圆满了。若是日后成了婚，从之的长辈便是我的长辈，昭和定是要将老夫人接入我公主府中享清福的。老身多谢公主记挂。不过从之孝顺，又兼爱兄弟姊妹，总是想着要把所有弟妹终身大事安排好，才肯放心与我成婚。老夫人，清堂妹妹此前虽与燕城世子错过，但少女韶华易逝，也该早早为她安排下一桩良缘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大公子极为爱护清堂姑娘，那些上门求亲的贵胄，他是一个也瞧不上呢。那不如交由我来安排，让皇兄给妹妹赐一桩情不可却的好婚事。好啊！小姐，是燕城世子。清堂妹妹，退婚非我本意，得知你受欺辱，更是日夜难安，苦心筹谋。若你亦有幸，今夜虚使于东间，你我私奔，从此天高海阔，白首不渝。在干什么呢？这般慌张，可是藏了什么好东西？方才画天灯时，一时没注意，手上沾染了墨汁罢了。这上面的祷文尚未写完，哥哥若是得空，不如帮清堂添几笔吧。由我带你祈愿。看来你不与我置气了。今日是老夫人的寿宴，清堂不是那般小气之人。这灯上的词，我不喜欢。裴宗之，你疯了！你应知道，这便是我心中所想，别无他求。我的要求，你无疑能够做到。况且，你跟昭和的婚期快到了吧？你的所求，这些时日，我有认真考虑。我会竭尽全力，完成你心中的所有愿望。无论是与昭和退婚，还是回到灵川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你可愿意等我？好啊。既如此，这便是你我之间的誓约。清堂，你定要遵守。我虽现在不能陪你回灵川，但这只发簪是我从灵川寻回的，属于你母亲的遗物。母亲，你看我这个
这里可不是任由你肆意妄为的公主府。好一个兄友妹恭！裴从之，本宫来你府中，不是看你与那破落户上演郎情妾意、私相授受的戏码。这不是私相授受，我会把它变成正大光明。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下旨前，微臣已经向陛下请求，取消你我二人的赐婚。什么？你怎么敢？这不可能，关乎当朝公主颜面，皇兄断不可能答应你如此荒谬的要求。公主是觉得自己的千金之躯和颜面能值几钱？能比得过微臣这几年的奔走换来的藩邦10年岁贡、邻国休兵之歌吗？你不过是一介皇家走卒，竟妄想蚍蜉撼树与本公主叫板！公主若不信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好，那就看是你的退婚快，还是皇兄给沈清堂赐婚快。清堂妹妹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之前，你我的婚事，甜水巷谣言，是我未能真正保护你，是我该死。我知道，燕城哥哥也是身不由己，又怎会怪你？我离开时避开了裴府众人和眼线，应该不会被人察觉。带我走吧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避开这凡尘俗世，往后的日子都有我陪着你，不再让你受委屈。下。从之，你我相识10数载，能否看在往日情谊，高抬贵手，让我带清堂走？我定会好好对他，绝不辜负。燕城世子，我妹妹年纪尚浅，不懂事，可我身为哥哥，自不能容她做出私奔这般大逆不道之事。沈清堂，还不过来！此事是我主张，不关清堂的事。难为燕城世子如此情深意重，妹妹，不如趁现在，将这段时日的真实心思也一并相告吧。你可要考虑清楚，你若真走，有些人此生就再也无法见到了。承蒙世子错爱，只可惜你我之间有缘无分。望君余生安康顺遂，仕途坦荡。清堂，你别怕，跟我走。世子殿下，清堂对你从未有过半分真心。我不过是贪图平南王府的权势，贪恋荣华富贵而已。清堂，我不信，你为何会突然说出这种话来？那我们之前的相处，那算什么？因为我做腻了养女，只想做高门贵族，嫁你，嫁别人，都一样。
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。穷尽我好奇，如何归你、怨你、恨你、念你，如何把你抱紧，多怕一缕春风清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裴总之，你为何就是不肯放我一条生路？你不会再有生路了，沈清堂。落日飞花，让破碎随风飘零，心中的晚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沈清堂，不如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逃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放开我！你与他许诺生死相依的时候，可曾有想过我半分？别碰我！你就那么恨我？对，我恨毒了你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已经跟燕车双宿双栖，远走高飞了。那你就那么爱他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不懂得爱为何物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一直逃，直到永远离开你。沈清堂，这些年我孜孜以求，费尽心思给你最好的，你还不够满足？当初若不是我把你带进裴府，你以为你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这世上有那么多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地方，你就那么想去？像如今这般活着，没有尊严，也没有自由，我宁可死，也不要待在你身边。明明是你失信在先，为什么到头来错的全是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果10年的光阴都换不来妹妹的爱，那么妹妹的恨便是偿我的药。那日后，裴从之似乎疯了，疯得彻底。或许真的是我错了，不该在那个雨夜叩开裴府的门。我明知道他的存在是我这辈子走不出的深渊，但为何我会在这无数个日月晨昏难以避免的沉溺，心动无法自拔，只能暗中服着婢子药。他固执地问我爱不爱他，可爱也好，恨也罢，若不得自由，有何意义？裴从之，今生今世，我一定要让你输得彻底。你嘴上说讨厌我，但你的反应骗不了人。清堂，你告诉我，你对我有没有哪怕片刻的喜欢？我对你，哪怕有过一点点的喜欢，但我从小便知，你我之间犹如鸿沟深渊，它永远在那。有着一点点的喜欢，便足矣。清堂，你肯踏出这一步，剩下的鸿沟山海就由我来踏平。好。昨晚弄疼你了？裴从之，你闭嘴！你若生气了，以后不这样便是。
子期想要你入宫，念你念得紧，我已待你影响，全当消遣。你可愿去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快放开我。走吧，妹妹，别让祖母等急了。青堂向祖母问安。孙儿向祖母问安。坐吧。青堂姑娘，你这腕子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昨夜不小心被蜈蚣爬了，进来这些蛇虫毒物可恶得很，防不胜防。祖母也得多加小心。大公子，你这又是？哦，叫府上的野猫给抓伤了，无碍。出来见一次子期，就这么高兴？子期如今久居宫中，我与他鲜少能相见。他原又是裴府中少有的真心待我之人，心思纯净，不比某人奸诈。这有何难？你若想见他，奸诈某人带你来见就是，只要你高兴。裴从之，你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不清楚，但是比起从前，你好像多了些血肉。你也不一样了。这是在宫中。哥哥，青堂姐姐。姐姐，趁着从之哥哥渐渐圣上，我俩正好可以多相谈一会儿。哎，姐姐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同从之哥哥在一起多久了？你刚才都看见了。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……如今我已成婚，怎会不通男女之事？哥哥他看你的眼神啊，可不清白。哎呀，如此也好。这世道女子艰难。此前我得知你与燕城世子的婚约作罢，很是忧心。可如今若有哥哥护着你，我便相信姐姐未来定会无虞。子期，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与他是兄妹。你与裴府并无血缘关系，何必拘泥？况且以前我就觉得哥哥对你啊，总是格外偏宠。现在想来，这份宠爱不是兄妹情，反倒是他心中有你的证明。那些偏宠，倒不如说是他的控制欲作祟罢了。哥哥入仕那年才17岁，他高中状元得以入翰林，陛下赏赐了他一块火山玉。哎，我和裴景明想看看他都不肯给，却送给了你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还有一年，他去永州治水，我不懂事，想诓他快点回来给我带永州的绿豆糕，便传书去。谎称你高烧，那永州到皇城3天的路，
他1天1夜便回来了。只不过，他回来那日，马倒了，他也倒了，就是。怪不得那时，整个裴府的大夫都往贵衙院去，我还以为是他遇了袭。就是此事太过于丢脸，他勒令我不许向你提起。你在他心中比很多东西都重要，如果他心中没有你，怎会拒绝那么多世家闺秀？姐姐，你何不放下心中芥蒂，试着接受他，看到他的好呢？如果当年的雨夜没有发生过那个惨剧，你我之间是不是被心有志气，前路有未来？沈清堂，昭和公主，你引诱平南王世子私奔，又有被人伦勾引兄长，还敢来宫里？今日本宫就治你个有违纲常之罪。沈清堂，若是毁了你的脸，撕破你的伪装，看看他还会不会把你视如珍宝，偏帮你，相信你？你滥有私心，杀了我，又岂能全身而退？哼，可笑！你什么身份？我贵为公主，便是杀了你又如何？竟敢伤他！我就伤他了，我还要让皇兄治他死罪。只怕陛下现在无暇顾及，元国举兵来犯，陛下意欲和谈，最好的方式便是派你前去和亲。王口拔舌，皇兄不可能让我与那糟老头子和亲。你是一国公主，生下来便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你也该承担你应尽的责任了。责任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裴从之，你为了一个沈清堂待我至此，他不过是一介贱民蝼蚁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稀世珍宝，你连他半分都不及。我来帮你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你为了救我，落下这伤，我看着难受。我既然承诺要庇护你，自然不能让你落入险境。你真的要为了我作废与公主的婚约？既答应你要给你未来，我是认真的。沈清堂，我既要了你，
便会给你我许过的。这不只是交易，也是承诺。今天你去找圣上的时候，子期同我说了许多。他说你是真的爱我。裴宗之，我想和你真正开始试试，能不能走完这一生。只要你愿意。不管他是出于真心所言，还是被你安排的说客，我都相信他说的，你爱我，而这也是我可以赢你的唯一筹码。小姐，您真的要自己去见大夫人吗？她可不是什么好相处之人，先前还那般对您呢。既然我选择了和裴从之在一起，那他便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一道坎。采薇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今天是父亲的忌日，即便你再憎恨他，也该为他好好上炷香。裴玉便是死千百次，都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。我怎么可能祭奠他？你究竟是因恨不怨，还是心中有愧无法面对？也罢，为了情夫谋杀亲夫，这桩罪你又怎么敢认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对你已经倾尽所有，为什么要用裴子期那个野种来报复我？为什么？你说，说啊！你就是不如他！一定要杀了那个野种和奸夫！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儿！杀了他！父亲，杀了他！父亲，走开！滚回去！父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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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能让人知道今天这一切，否则我让整个裴府永无安宁，不得其死。父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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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切，否则我让整个裴府永无安宁，不得其死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错怪了他。显赫一世的大将军，没死在失守成山的战场上，却死在了挚爱之人的手里。是他先威逼于我，他死有余辜。威逼？你早就想让他死。你长期在他的蚕食里下毒，你以为能瞒天过海？姜婉，你为人妻为人母，你都不够资格。
若你还想让你的相好活命，你最好多取父亲的灵钱，磕头忏悔。你光会用他来威胁我，那你就没有一丝把柄，半分软肋吗？你以为你能一直将沈清堂的身世隐瞒下去？他背负的秘密足以断送整个裴府。我会竭尽全力护着他，即便他的身份暴露，我也能拨弃万事，带他远走天涯。我的身世究竟有何隐秘，竟能覆灭整个裴府？可你最爱之人的性命，也就在我的一念之间。你是为了江晚那句话而来的吧？你知道我在。在我决定要为你我争一个未来的那刻起，我的一切与你便不设防，不隐瞒。这些秘密在你手中，做护盾也罢，做刀剑也罢，我都不在乎了。你就这么放心我？你已经答应与我此生共白头，不是吗？我只是在赌，你对我究竟有没有真心而已。那便以此酒，恭贺你我之间重获新生。恭贺你我之间重获新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的身世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我身上的刺青又象征着什么？清堂，你问我任何事情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但唯有此事，我暂时无法告知于你。此事牵扯太多，若我没有万全的把握，定会将你置于险境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太晚了，若是早些知晓这一切，也许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我和你已经走错了路，并入了骨，又怎能相爱？我们之间至于输赢，不会再有生死相许。怎么，还没真正上位，就要迫不及待的到我面前来耀武扬威了？江夫人折煞我了，我的目的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竟还是想逃？你与那裴从之在老太太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，难道都是演的？这个宅子里假意太多，人人都想着算计，没有谁能够真正幸福，所以我不想留。可笑那裴从之机关算尽只为你，你竟还是要离开他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你想离开，又与我何干？
我知道，他把你的情人关在那里，江夫人怕不是忘了之前你是如何对我的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错了，我这次过来，不是交换，而是威胁。江夫人只管想着该如何尽心竭力地配合我，若你还敢存私心，我会用这块令牌，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是我看走了眼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厉害。你的确不会是下一个我，你是另一个他。事成之后，我再放你的情人自由。这个刺青始终是个祸端，现在有蝴蝶的样貌掩盖，不会再有人知晓，算是除去了一个隐患。一个刺青能有什么隐患？真正的祸患，恐怕是我自己吧。有时因为一场瘟疫，双亲去世，大病之后，便忘了临川往事，只能凭借祖母留给我的信物来到裴府。我时常在想，若是那个时候，哥哥没有带我进府里，又会是怎样呢？妹妹后悔了。从前有过，如今我不后悔。一直想问哥哥，哥哥每次看我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一面要我费尽心思的求生，一面还要我感恩戴德的动心。我对妹妹的坏，妹妹好像记得一清二楚。那我对你的好呢？从小到大，哥哥待我无有不是，对我这个名义上的妹妹，比待自己的亲妹妹更好。可哥哥不该如此处心积虑，反令你我之间隔阂更深。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对你耍心机城府，倾尽所有，终死一生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只是我的身份似乎牵扯心密，我怕裴府不会受牵连，日后你更不会有事。不日，我便向祖母挑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的身世将被永久封存。今后世人只会知道，你是我裴从之的妻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会试着接纳你，试着爱你，试着与你此生白头。
便如此，这辈子我都不会是你的妻。我要娶清堂为正妻。你们身为兄妹，竟暗通款曲，可还有半分的礼仪伦常？这门婚事绝无可能。裴府好心收养你10数载，竟不知你心机如此的深重。你给我滚出裴府去！谁敢！今日我来，不是与祖母商议的，而是来告知您，我心意已决。你难道要像你父亲那样，为了一个女人，把整个家族弃若敝履吗？孙儿这20年以来，汲汲营营，从未行差踏错过半步，为了裴府一门，更是倾尽所有。现在，我只想娶一个自己的心悦之人，为何祖母就是不肯让我如愿？即便祖母不肯同意，清堂，我决定了。从之，你为了他，不要祖母了吗？是祖母不要孙儿了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皇兄，他不可能让我去和亲，他分明应了我嫁给裴从之的。殿下，您别再想着裴大人了，他已经和那养女定下婚约，天下皆知。木已成舟，皇命难违啊！您就安心待嫁吧。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裴从之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你千辛万苦求来的这门婚事，才是送我离开裴府真正的助力。婚服到了，放那儿吧。昭和，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来碍我的眼呢？你抢走了裴从之，毁了我的人生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沦落到和亲嫁人的地步？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嫁给裴从之，没有想到时至今日，你竟然还在恨我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裴从之对于我，就像皇家对于你，都是我们难以反抗的命运。即便没有我，你也没有办法嫁给裴从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是恒国的公主，我想要的就一定会得到。你当真看清过自己的命运吗？你真的以为就凭着裴从之寥寥数语，就可以左右一朝公主的婚事？做决定的人从来都不是他。当没有外敌的时候，你是皇家拿来笼络朝臣的筹码；若有外敌来犯，你便是维护朝廷颜面的牺牲品。在他们的万里河山面前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意舍弃、肆意践踏、被亲人摒弃的棋子而已。
皇兄他明明最宠我，他说他永远会只宠我一个人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皇兄明明最宠我，他说过他永远是我的倚仗，这不可能。所谓圣宠，不过是他人编织出来的梦幻泡影。昭和，你该清醒了。你如果将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永远等着一个男人来爱你，你就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，荒谬一生。你真的甘心吗？你我都是同病相怜的可怜人，你不该恨我。怎么会？好痛，好痛！你怀孕了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喝了避子汤，怎么会？昭和公主擅自出宫，伤我妻子，这笔账我定然不会轻易放过。青藤，殿下，青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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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沈青藤，回去吧，殿下。青藤，走吧，青藤，青藤，你别吓我，青藤，青藤，皇命难违，别再犯下更大的错了。大夫，大夫！热水来了，热水，大兴，这个给我，我去洗。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再去换一盆啊！好，早生血。娘亲，娘亲，我不想离开你。好孩子，别哭，快离开这里，投奔裴府。记住，自己好好活下去。日后若是寻得机会，去征平南王。实在是没办法，孩子没保住。青藤呢？小姐忧思过绪，我这就去配上好的有身药。公子，还好沈姑娘性命无虞，你要不先去看看她？青藤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，但你也不必这么苛待自己的身子。是你吧？你知道，我一直在暗中喝着避子汤，
于是你偷偷命人换了药。是吗？是。总之，若不是你这么做，我断无可能怀上你的孩子，更不可能无端端就失去了我的孩子。可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难受。你口口声声说会接纳我，想跟我共度白头的。你说过你会爱我，你为何还处处防备算计？你所谓的真心，到底有多少？因为我不想在这深宅大院之中，再生出下一个重复你悲剧命运的孩子。沈清堂！这高门大户困住了你，你又来困住我。如今这恶果，都是你我的报应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飘零，心中的弯是柔情还是荆棘？谁的声音？在裴府这个囚笼里，你是我唯一的寄托和希望。唯有在你面前，我才能真正做自己。哪怕是以恶劣不堪的方式，我也想要留住你。终究是我错了吗？公子，沈姑娘她不见了。公子，姑娘房间里也都找遍了，东西都还在，只是人走了。已派人在府外搜寻，都没有沈姑娘的踪迹。门卫也说没有见到姑娘出府。以他的能力，定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人在帮他。把所有人派出去，通往城外的路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你来了，是你放走的他。你若还认我这个祖母，就歇了去找他的念头。从今往后，就当世上没有沈清堂这个人。沈清堂，我当年就应该把你这个祸害赶出裴府，何至于现在走的走，没的没，让裴府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心知再造之恩深重，从一开始也是想要将您视作我的亲祖母，真心尽孝报答。可是从祖母要把我嫁入西院那天起，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往火坑里推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尽心竭力的讨好，都换不来半分真心。
我对裴府的最后一点情分，都死在了你们想要置我于死地的那夜里。今日我来，是想恳请裴老夫人助我离开裴府，离开裴从之。胡闹！你与从之的婚讯天下皆知，如今你又要悔婚，你让裴府的颜面往哪儿搁？裴从之他已经答应我，若我与他在一起，他便愿意放弃皇城生活，跟我回到临川。您说，裴府的未来与颜面，哪个更重要？裴玉对江婉痴迷半生，一事无成，你如今又要为了一个狐妹子放弃裴府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儿子、孙子都栽在女人手上。你们想的全是裴府一门的荣辱和将来，有想过我真正想要的人生吗？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，也没有人可以再继续控制和威胁我。裴从之，你个不孝子孙！身世之谜，今日申时，城外相见。公子，小姐果然是从府中密道逃出，已在城外觅得小姐踪迹。只是什么？通往城外的路上，有3个方向皆有小姐行踪，真假难辨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把她送去了何处？没想到你也有求我的时候。可笑你为了他的离开如此焦急，他走的时候可是对你毫无留恋，厌恶至极。那他走他的，我找我的，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到。他对你就这么重要？他把我视作救命稻草，但其实是他给我一潭死水的生活带来了真正的生气。在这个府里，只有我知道他的坏，也只有他明了我的恶。我们都知道彼此最脆弱、最阴暗的一面。我此生非他不可。多谢夫人相助，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。你我分明是同病相怜，你却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而我被困在这裴府半生，未来也将永远困在那里，无法与他光明正大相爱相守。你走吧，这也算是对裴从之最后的报复。你最该恨的人是你自己。你因为自己不幸福，将愤恨悉数发泄在裴从之身上。这些年里，他从未感受过一丝温情，你却还要他以德报怨，为你隐瞒杀夫祸事。你可知这些年，他日夜都活在阴霾之中，不得一日快慰。他本来可以拥有很好的一生，不必承受这一切的痛苦。江婉，今日你与所爱不得圆满，都是因果报应。他对你的确是有些真情，
只可惜，他也不会告诉我他去哪儿了。他走得彻底、决绝。你们这辈子注定步我的后尘。那你想等的那个人，再也不可能来了。你们去黄泉地府见吧。我已经将你当年罪证递至官府，你余生在牢狱自告忏悔吧。公子，沈小姐逃走的其中一条道上，发现了平南王的人马。沈小姐的出逃，会不会和平南王？备马！撤！平南王爷，您与我母亲，竟真的是旧识。孩子，我与你总算是相认了。你的母亲是前朝皇妃，而我亦是前朝旧部。你是前朝皇室仅剩的血脉了。我是前朝血脉。孩子，至于你的母亲为何让你来寻我，便是为了让我来助你复国。不，我命入浮萍多年，深知门楣桎梏，血脉身份带给人的身不由己与苦难。而如今四海皆安，我也只愿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安宁度日。我不愿再起纷争。只怕现在由不得你了。带走。是。公主还不说吗？继续受刑，命可就没了。受朝罗而揭竿者，是为贼。复国只是幌子，我也是自己早就想翻了吧。是又如何？如今你落在我的手里，即便不愿出面诏令，我也照样能够号令得动三军。告知我前朝皇陵的藏宝之处。当时我尚未出生，怎会知道？不用诓我，你是前朝仅存的皇室血脉，你母亲死前必有托付。你今日和盘托出，还能少受点苦。现在以蝴蝶的样貌掩盖，不会再有人知晓，算是除去了一个隐患。你问我任何事情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但唯有此事，我暂时无法告知于你。此事牵扯太多，若我没有万全把握，定会将你置于险境。我不知道，你再问也是无益。本王有的是耐心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命长。哼！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你换回他来威胁我，那你就没有一丝把柄，半分软肋吗？你能一直将沈清堂的身世隐瞒下去？他背负的秘密，足以断送整个裴府。我会竭尽全力护着他，即便他的身份暴露，我也能拨弃万世，带他远走天涯。裴宗之，原来从前你让我远离燕城，
要阻我加入平南王府，竟是为了保护我，以防我落入今日境地。原来是我一次次怨错了你。可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曾开口？难道在你的眼中，我就那么脆弱不堪，无法与你共患难吗？青桃，燕城，你怎么回来？对不起，青桃。直到如今，我才知晓父亲这些年，他对你的所有谋划和心思。没想到，我求取你的真心，竟也沦为了他谋反的诡异伎俩。这不怪你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我带你走。走，慢点。救！救！救！玉，裴宗之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拦我第二次。平南王豢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早已沦为叛贼。你作为反臣之子，难逃其罪。若你带走沈清堂，你拿什么护他一生？青桃，没想到终究还是没能带你离开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定早些来寻你。燕城，裴宗之，以后无论他是你的至亲，还是挚爱，都别辜负他，定许他一个最好的未来。保重。你明知我的身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，为何还要庇护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只要你。可我不知道妹妹已经这么恨我，哪怕倾尽所有，也要逃离。撤！撤！撤！裴宗之，
眼梦中可是你的面容，怕只怕流光似一场梦。痴人啊，为谁今生一浓？而桃花又何必笑春风？灼灼桃花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，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。白日同行，晚来同日同到天明相注，同心共奏，长兄如风。我们回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我们再重来一次，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，你不要死，我带你走，我们回家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吗？这里是何处？小姐，您又忘了，这里是临川，你的家啊。哦，我是你的丫鬟采薇，您都不记得了？啊，我又忘了。前些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进山采草药制香，您不慎跌下山坡，大夫说淤血压迫，很有可能失忆。您这会儿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采薇，那日我滚下山崖，是只有我一个人吗？我是否是骑马去的？与我同行的可否还有一位公子？哎，哪有什么公子啊？那日是我陪您去的山上。小姐，您还是再休息会儿吧，我去给您抓药。嗯，好。来了。前几日拿的几副药，你家主子喝了可还见效？您给的药效果都挺好的，我家小姐现在已经醒过来了。除了她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大夫说，人经历大悲大痛，会刻意忘掉那段过往来麻痹自己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记起来了。
这还有几副药，回去按时煎给他喝。大公子，我家姑娘现在已经前程尽忘。若您真的爱她，还请放过她，此生相忘吧。他恨我，不愿记得我，说他心中唯愿心生。那我也可以不做陪从者。说这一次我们重新来过，他还是无法接受我，我定会彻底放他自由。公子，都办好了。我抓了条小蛇，就放在清堂姑娘前行的路上，等她被蛇吓到。哎，您放心，无毒的。到时候您便尽管出手相救。大公子，你知道我家小姐最不喜欢你的，就是你那800个心眼子。我生来便是这样的人，我只会如此。按照你说的，俘获一个女人的心，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，真的有用吗？公子，您相信我，这民间话本都是这样写的。哎，快了快了，就在那朵大臭花附近。当心，姑娘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一时狡猾。多谢公子相助。举手之劳，姑娘不必客气。姑娘会来此，许是本地人吧？我是一名镖师，也住在灵川镇上。你的脚，真没事吗？我没事。不过，这位公子，我们之前是否见过？或许吧，我看姑娘也眼熟，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总觉得姑娘格外亲切。那我们走吧。是燕城世子啊！我看呐，果然还是他们2人更相配呢。又是他，怎么哪哪都有他呀？采薇，今日护送我回来的那位公子，与我近日的梦中人很是相似呢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或许这就是日思夜寐、天赐的良缘。小姐，您也到了婚配的年纪，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有来有往。那，小姐您何不趁热打铁，将这贴身的香囊赠予他，以表谢意啊？首府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也在吗？看来我们来灵川此地的心思是相同的。平南王一脉举兵谋反，犯下滔天大罪。你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平南王血脉，
不该安分些吗？首辅大人说的安分，是指我这样的身份和清堂敏感的身份，不该再见了吗？不然呢？原本我父亲的罪名，足以连坐9族。若不是从之你这样的清臣在朝中斡旋帮忙求情，我们平南王一脉的确早已断绝。我也无法站在这里，同你如昔日般相谈。从之，这件事上，我永远欠你一份人情。但恩有恩报之法，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份恩情，便放弃追求清堂。现如今，我是布衣平民，永不可入朝为官。清堂身份的秘密，我相信在你的保护下，也会永远深藏。我跟清堂再续前缘，实际上要比你来得堂堂正正。你不觉得是在找死吗？说是我死，你能够得到清堂的真心，倒也罢了。可是从之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一生太过肆意孤高，根本不知道如何真正爱一个人。从前你伤他颇深，现如今，我更不会轻易将他再推向你这深渊之中。我从来不懂如何真正爱人，又有谁教过我？沈清堂，公子，你认得我？请问公子你是？啊，我是你隔壁新搬来的邻居，姓裴。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我听采薇说起过你，她说我日常所吃之药都是公子配制的，好多都还没有收我们钱，算起来是清堂的债主，真是多谢公子了。区区几副草药，不值几钱。裴某听说沈姑娘的调香手艺高超，日后送几副香囊便是。好呀。啊，我见姑娘手里这个就极好。这个……这样就两不相欠了。裴公子，我们家姑娘不在啊？不在？那院内人难道是鬼吗？你闻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说的不在，是想请二位有点子成人之美。你们如今只是近邻，不要耽误我家姑娘跟燕城公子相好。裴公子，这是……今日上山采药的时候多采了几株，想着药香同源，你这指不定能用得上，便给你送过来了。等着瞧。多谢裴公子。不知道裴公子是否听过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？我读书少，没有。裴医师长了一副经世之才、学识渊博的模样，燕某觉得你该懂的。那燕公子也长着一副武夫的样子，难道生来便懂得如何杀猪？你这燕城世子嘴皮子实在不灵光，从小到大没次赢过我家公子。人家那叫质子，哪像你家公子，说起话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家公子那头脑好。
听闻你偶感风寒，可有好些？已然好的差不多了，多谢裴公子关心。这是你上次夜里落下的。我说这几日怎么都找不到，原是在你那儿。这次裴公子想要什么感谢？不必如此客套，我想着，我应当比你年长一点，不如像喊他一样，喊我从之哥哥便好。好啊，从之哥哥。妹妹。哥哥，从之哥哥。青桃妹妹，无故收他人东西，是要回报的。这些草药，梧桐山上多的是。明日我再带你去采。好啊。人家燕公子多好。从之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从之哥哥，最后肯定是燕公子赢。从之哥哥。妹妹。奇怪，为什么每次想到他，心总是跳得不似寻常？小姐，怎么了？采薇，你说裴公子跟燕公子哪个更好？小姐，你怎么还挑起来了呢？这当然是护过你的燕城是更好的那一位啊。采薇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一直都不太喜欢裴公子，可是他对我也很好啊。小姐，这世上呢，有些人对你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，比如说燕城公子。奴婢觉得呀，像他那样的朗朗君子对您的感情才算是爱。裴公子纵然一表人才，但是他为您付出1分，却总是要2分谢礼。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？他确实是有几分如此，但我每次也是本能的想要回馈他点什么，但是奇怪了。小姐，您不欠他什么的，听奴婢一句劝，燕城公子才是良配。哎，我跟青堂都约好了，你为何又来了？我是玄湖济世的医师大夫，又懂得一些岐黄之术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好，那裴大夫，我一看到某人呢，就觉得气血不畅，淤堵不快，你能否帮我看看，到底是什么症状？是心胸腔体狭小之状，没什么大事。严公子，自己多加注意即可。小心！怎么样？他的伤势很重，若不赶紧包扎，很难坚持到医馆。赶紧先止血。我这有药。好，坚持住啊！我们再重来一次，能不能原谅我？
我昏迷的这段时日，他就当真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确实一次都没来过，反倒总是和燕城那会在一块儿。哎呀，大公子啊，我家姑娘跟燕城公子那是情投意合，婚事将近，您还是放弃吧，对彼此都好。哎，燕城公子啊，哎呀，您可算来了，我家小姐一直在屋里等着呢，快跟我来吧。好。这儿。原来没有我，他可以活得更好。是我输了。青桃。你来了。哦，我昨日看你精神不济，这块暖玉可以温养心神。给。哥哥入世那年才17岁，他高中状元得以入翰林，陛下赏赐了他一块火山玉。我和裴景明想看看他都不肯给，却送给了你。你何不放下心中芥蒂，试着接受他，看到他的好呢？你不喜欢吗？那我改日再给你寻些别的宝贝来。抱歉，我只是有些疲累。世子，我去给你沏壶茶来。青桃。你早就想起来了，对吧？想起来了，也见到了原本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的人。那日，你很担心他，即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还是依然念着他。过去，我总以为我恨他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离开他。可时至今日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们早就是世界上最密不可分的两个人。我对他的怨有多深，爱便有多深。对不起，燕城，这段时日让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无需道歉，青桃。是我心悦于你，我就想竭尽全力的对你好。但有的感情，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拥有，对吧？哦，你还记得初见的时候吗？我答应你要去看大漠的风光，日后你要想来看了，就以子玉为信，一定要来找我。青桃，如果我比他先遇上你，你爱上的那个人，会不会就是我？燕城，镇住！情意深重，永存我心。对不起。
裴公子，今日我有事想同你说。我也有话要同你说。青檀姑娘，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不日，我便会回到皇城。回皇城？我本在皇城为官，因私来灵川暂住。如今势必，我也该回去重拾仕途家业，尽一方之任了。是啊，万人之上的首辅大人，又怎会舍得同我做这乡野百姓？可能忘了我，对你来说才是好事了。也好，那清堂便祝裴公子回到皇城之后，可以平步青云，得偿所愿。落日飞花，让破碎随风前路无悔。心中的吻，是柔情还是荆棘？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？被蛊惑的心，可否看得仔细？如何我也祝你和燕城在这场梦里如何转身逃离？白头到老。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？公子，伤口可是又痛了？无碍。公子，现下对姑娘之事，为何如此情切难为了呢？由爱生不，经历这些，又怎会像从前那般妄为？公子何不言明真心，将姑娘从燕城手中抢回来？这一次，我不想逼他。如若这是他的所愿所求，只要他快乐、知足，便好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不是去见燕城公子了吗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儿了？自是回大漠边关去了。小姐，你都记起来了？那您和燕城世子他……我今日去见了裴从之。发生什么了？我原本是想告诉他，我已经决定放下过往，试着跟他重新开始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他要回到皇城，去做那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，让一切都回到正轨。当真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平南王此前射裴大人那一箭，如今又突染瘟疫，我暂无良药，只能用猛药压着。只是如此下去，恐怕是性命危矣啊！我还是带公子回京，再寻名医吧。
沈姑娘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家公子呢？我家公子不便见客。他不想见可以，但晏殊，你想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我不想。我曾经身染瘟疫，但是不药而愈。我的血或许有用。这药虽有奇效，只是这药中为何带有一丝血腥之气？有吗？可能是赵大夫找到一味奇药，才会如此吧。多亏了姑娘不顾性命之忧，以血入药，公子病情才能大愈。姑娘是我家公子的救命恩人，为何还要瞒着公子？为什么不远千里来这里救我的命，却又不声不响的离开？青堂只求能还了裴公子当初的恩情。我本就是个无根无伴之人，不奢望有牵有挂。萍水相逢，就此别过。你要回灵川，与燕城成婚。能不能不嫁给他？你既已回到皇城，选择做你的首辅大人，又何必惦记我这个乡野民妇？我不想做深宅大院里的主母，更不想被困在那樊笼。入仕为官，本来就不是我所求。你想回灵川，安乐自在，安度余生，那本就是你千方百计换来的自由。我不该有任何牵绊。可青堂，我舍不得。舍不得，可是凭什么呢？哥哥总说一切要从头开始，那哥哥便当年在裴府门口从未见过我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是，我都想起来了，以及哥哥对我所做过的一切。对不起。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资格奢求你的原谅。你走吧，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燕城，我放你自由的承诺，我遵守。燕城早就回大漠去了，我与他之间从未有过婚约。裴从之，从雨天的那个承诺开始，我们是心影相连的兄妹，是恩怨相报的对手，亦是休戚与共的爱人。我人生中所有的喜怒哀乐，都与你有关。到如今，又怎能轻易分离？你我之间，就该如此，生死交缠，爱恨相随，一生一世。你可愿与我重新开始？
今生今世，为此一愿。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不走，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。再回首看，世间闹哄哄。